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没有点冒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一股劲儿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不冒风险，办什么事情都有100%的把握，谁敢说这样的话？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吧。只要能为东海引进先进的技术，不拘形势，大胆尝试。我们希望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。货品的多样性啊，一定要考虑的周到，别让市民感觉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。在合作形式上，还可以更加灵活。Here'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nghai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.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东海的大型化工厂，我用了15年。那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才走到今天，难道舍得放弃吗？思深，我带你来这儿，是想让你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，也让你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。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这里，甚至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农村。东海你已经很熟悉了，但记得刚到的时候，你也严重的抱怨过条件不好。我那就是说说而已，从来没有嫌弃过东海。我知道你在大城市出生，又在美国长大，几次回国也都住在上海。东海和荆州，恐怕是你到过的最不发达的地方。客观地说，确实是这样。直到我这一次去了杨巡家里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中国普通农村的家庭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东海和荆州的发展程度，已经算国内前10%的城市了。更多的中国，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乡村，和一路走过的小城镇。这里公路不平，有的刚通上电，还有很多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，更不要说电话通信。这里的孩子们没有巧克力，也没有电子游戏，就连篮球这种普通的运动都没有接触过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一个人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东海的现代工厂，用了15年时间。这其中有我家人牺牲自己铺就的台阶，也有杨主任这样善良的长辈对我的帮助，更有国家和时代给我带来的各种机遇，但我依然走得很辛苦。要是让所有的山村，所有山村里的孩子都能走到东海，再走到上海，我们要付出多少？他们要付出多少？所以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不愿意给合资带来任何阻碍。这就是你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。不，整个国家都在付出，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。就是想要把目前还贫困着的大部分的中国都变成上海，国家才会不惜代价的坚持改革开放。
我们这么努力的与洛达合资，就是想缩短这个过程，少付出一点点前进的代价。我们必须融入国际市场。我明白了，宋老师。思辰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。我会接着谈下去的，不会再为了你我个人的荣辱得失而计较。谢谢，谢谢你，思辰。但我对你的要求，不仅仅是这个。还有什么？谈成以后留在核磁厂，争取做洛达方面的合资负责人。你很聪明，也很敬业，一定能帮洛达打开中国的市场。但同时，你也是中国人，你心中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不会比任何人少。在今后的发展当中，你会替我们着想，让我们少付出一点点前进的代价。我答应你，宋老师。都精神起来啊，热情一点啊！来，让一下啊，让一下啊！来了，红爱，挺会整事儿啊，用点心啊，都用点心。热情起来啊，精神一点，欢迎咱东宝回家，听没听？哎，一会儿得乐开心鼓掌啊，听话啊！石总，新名片。写上的，哎，鞭炮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哥。上来，往前上，往前上。来，王哥，鞭炮，来，往前上。来，快！东宝回来了！点炮！手上的点炮！停吧！人呢？东宝呢？没接着吗？你们？东宝哥人呢？让不让我说话？你再说呀！监狱那边说，东宝哥一早上自己就走了。韦嫂的饭店我们也去了，锁着门。韦嫂不在，我婶子也不在。东宝哥他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？唉。朱乡长吧？你是
我叫雷东宝，小雷家原来。小雷家因为行贿被抓的前任书记。我减刑释放了，所以才来找的楚乡长。刑满释放人员应该去公安局和司法所报到，而不是来找我。去过了，手续也办完了，才来的这儿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想找您聊一聊小雷家的事儿，电线厂、铜厂往后怎么抓、怎么管。我有一些不成形的想法，想跟楚乡长商量商量。雷东宝，你已经不是小雷家的干部，小雷家的事儿还是由村委会来负责吧。陈乡长，红坝村申请扩建养殖场材料交过来了。他们村支书老严上午来过，没等到乡长。给赵书记也送一份，明天党委会上我们讨论一下。好。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还是电线厂和铜厂的事儿。这是这几个月以来我写了一些总结，我就想着小雷家不能再走老路了。您要是有空的话，您看看。我这个人不会讲大道理，就我现在这身份，即便是我讲了，楚乡长您也未必听得进。这么说吧，我要是只想着回小雷家，重新掌权，我用不着来找您。小雷家那几个当家的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我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们就听我的。现在我出来了，只要骂几句，踹上几脚，那几个您搞不定的刺儿头，都得乖乖听我的。你人在里面关着，对外面的事情倒是很清楚。事情未必都清楚。可小雷家的人是什么品性，我认识的比您清楚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，小雷家人是什么品性？小雷家的人是一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，只要是能过上好日子，你让他干什么都行。就包括您看不上的那两个厂长，史宏伟和雷正明，他们所做的也只是为了过上好日子，只是他们不像您，他们心里边装自己多，装别人少。这1年多过去了，有点本事的人已经过得不错了，可是那些老的、小的，本事少、能耐差的人，就只能落在了后边。我今天来找您，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，怎么能让那些没本事的人也吃上一口肉，起码他得喝上几口汤吧。你带来的这个材料，也是想说这些事儿吗？还有一些是电线厂和铜厂经营上的想法。坐下吧。哎。你自己说吧，都有什么打算？我是想把村子里几个厂子合了，建立一个新的公司，我当总经理。新建公司1半的股份我要交给乡里，这样的话，新建的公司就由乡里跟小雷家共同管理。雷东宝，小雷家企业是村集体企业，不是你能跟什么人做交易的砝码。乡政府也不会无缘无故接受小雷家企业的股份。楚乡长，这1半的股份
不是白给的。小雷家要发展，那得得到乡里的帮助。当初我大着胆子建电线厂、建铜厂，那也没少得到政府的贷款，还有政策。可是现在光有这些远远不够，农民干工厂那是天生的底气不足，技术、设备、销路、人员要啥没啥。要想活下去，那就得从技术和管理上下功夫。我想过了，我回去之后我就到铜厂搞这个人员整顿，我要从外边招收专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，让专业的人去管专业的事儿。小雷家原来那些人，他们也有长处，就把他们发到一线，让他们去管工人，去管销路。你这么干，不怕小雷家的人跟你闹？我不怕，我是为了小雷家好，他们早晚会明白。那接下来，就得把登峰的质量认证做了。之前有人跟我说过这事儿，我没当回事儿，可是现在不能拖了。登峰以后就做专业的工业电缆。这些年，沿海的开发力度大，只要咱们产品对路子，不怕没市场。你说的这些事儿，你们自己都能干，我没有听出来哪里需要乡里的支持。是，刚才说的那些，是小雷家自身的毛病，只要捋顺了，他就能喘口气儿。可是，他不能过得更好。这乡里边有20-30家的小厂跟在登峰的屁股后边捞食吃，他们贴上个牌子就敢卖。你要说登峰是土八路，那这些小厂就是山大王。如果说乡里愿意出面把这些小厂子给整合在一起，统一交给登峰管理，咱们弄个产业集群，这样的话，才是真正的给小雷家找到了长久发展的出路。这个产业集群这个主意，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在里边，我一直看书看报纸，这些呢都是从报纸上、书上看来的。你是想用50%的股份换乡里帮你清除掉所有的竞争对手？楚乡长，整理这些小厂子，不是要把他们给整垮，那是给他们一条出路。这些个小厂子，技术不行，管理又差，那产出的东西，它都是低档货。只有把它们给整合了，才能有效的管理。条件好的，让它继续生产，还能提升我们的产量；条件一般的，就让它给登峰去做配套。那条件不行的，只能关停。您想想，这不光是为了小雷家好，也是为了乡里好。这个电线产业集群建成之后呢，你还有什么打算？我没想那么远。现在就想。想好了吗？副乡长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。那当初我搞砖窑，是因为小雷家实在太穷了。我只是想带着大家伙过上好日子，吃上口白米饭。要真要把产业集群做大做强，我就按小雷家的规矩来，给那些老的、穷的发劳保、报销医疗，让那些想上学的孩子去上学去，这学费我们出。就这些？那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。你学习的还不够啊！先富带动后富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，这个出发点很好。可是提高百姓福利、改善群众生活这些担子，不应该由你们企业来承担。如果真能做成电线产业集群，
那我们乡势必会改变产业结构，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。到时候，我们乡会升格为镇，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。楚乡长，您的意思是愿意支持我？由乡里整合小电线厂和登封一起建成电线产业集群，这个想法是可行的。乡里占股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再讨论。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，你的思路能落实，小雷家的人要支持你，否则，我们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。我这就回村里。别动啊！我等着看你的行动。好。四眼啊，把广播打开。东宝，你回来了！东宝，你可回来了！把广播打开。哎。喂。细根、宏伟、郑明4保老5，到村委会开会，都听见了吗？到村委会开会。东宝哥回来了！东宝哥回来了！大家快来退步啊！东宝回来了！东宝回来了！没不管咱们小雷家的人。回来！别动，走去看看。快点，快点！东宝哥回来了！东宝回来了。哥，你回来了！董法叔，上哪去了，董宝？都来了，坐下，开会。志哥啊，哎，你是村主任，你坐中间。志哥，你来主持一下。行，我主持。都坐下吧。我们今天这个会，主要是欢迎东宝书记回村。我不是书记了，以后都别这么叫了。我今天回来，
就是想跟你们几个商量一下，咱们小雷家往后的发展路线。1年多过去了，小雷家发展成什么样子，你们心里清楚。今天早上我去了乡里，楚乡长跟我说了个大概，我这心里边也清楚了。咱们那几个厂子呀，到现在还亏损着，承包出去的不见起色，走老路交给自己人的经营更差。我回来不是跟你们翻旧账的，挑毛病容易，找出路难。我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怎么样才能把那几个厂子的效益给提上去。我刚才也说了，我专门去找的楚乡长，他的意见和我一样，咱们的厂子不能再分开管了，从今往后得把它合起来，成立一个新公司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雷霆。小雷家的人要想过上好日子，他得把厂子做大了，先做大才能做强。好，雷霆这个名字起得好，响亮。雷霆这个公司还是集体性质，一半的股份归小雷家，另外一半给乡里。东宝，这事儿太大了，咱是不是一步一步来？乡里不白拿，这外边有几十家小厂子都做电线，由乡里出面把这些小厂子归拢到一块儿，统一归小雷家管。这么一弄，我们的规模至少扩大1倍，小雷家不吃亏。东宝说，那些个小厂子的效益不比登峰，咱们要跟他们一块儿合了，那不是捡便宜，那是背上大包袱，是叫咱们小雷家给外星人输血呢。东宝，这几个厂子集合在一起，你来管，大家支持你，咱们就别跟乡里边掺和了。哥，这是楚乡长逼你干的吧？你们几个都不赞成，那我就和你们说说合成大厂的好处。宏伟，你那个建筑队不是一直接不着活，交不上承包费吗？建新厂、盖新房，所有的活都给你，证明雷霆公司成立以后，你未必能当头了。我得招一个专业的技术人才，但是你熟悉生产，管理工人是一把好手。一线的事儿还交给你，产量上去了就得买车。四宝，你这个车队队长也有口饭吃。老五不用说了，你给市根打下手，往后跟乡里的来往就多了，这一摊子别掉链子。你们都什么意见啊？讲出来。我说过，往后不做土霸王。那就投票决定吧。好，那就投票。投票之前，我还要说几句话。
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会反对？小雷家这1年多都变成什么德行了？你们心里头比我清楚。我不信，你们甘愿过这种日子。79年分地之前，小雷家1个工分7分钱。前2年最红火的时候，乡亲们1个月能拿110块钱，城里的人都羡慕我们这些农民。可现在呢，劳保医疗拿不出来，工人工资拖着欠着。你们这几个当家的呀，见到这些乡亲们，你们脸不红。10多年过去了，从开始的砖厂、建材厂、养殖场，到后来的电线厂、铜厂，小雷家的人是一门心思、玩了命的往前奔呐，一刻都不带停的。为了啥呀？是为那一官半职，还是为当厂长、当经理啊？不是吧？是为了让小雷家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们现在还能糊弄过去，往后呢，还打算过一天算一天？他们呢？他们怎么办？你们再到外边去看一看，当初不如小雷家的那些村子，现在都怎么样了？还想把着那1亩3分地不放手，能行吗？小雷家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有责任呐。我就想和你们几个商量一下，怎么能带着这帮人走到正路子上去？咱们得赶上来，得让小雷家的人重新过上好日子。只要把雷霆公司做起来，企业变大，不光是用人用工，机会会多，你们几个的收入那也能提上去。我算过了，雷霆公司成立以后，产量至少提高1倍，再把邻近的那些小厂子归拢到一块儿，给咱们登峰做配套，成本就能节约下来，不出3年，企业效益至少提高2倍。到那时候，工人的工资、大家伙的医疗、劳保都能再上一个台阶儿。东宝，我们跟你干！叔，我们听你的。叔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叔，回来！听你的。股票吧。我支持东宝，同意东宝哥说的。投吧。累了吧？不累。回家吧，妈做好了饭等你呢。我想去看看老叔。我陪你去。
春风温柔歌唱，拂过了天空，波涛声声奔向这万里山川。潮头岸边浮现这波浪的身影，曾经的匆匆少年，如今风采翩然。风日落向身后，阳光洒在眼前，希望的灯塔矗立在心的对岸，哪怕风霜雨雪，不为年华荏苒，温暖的心灵照亮即将要到达的地方。百川东流，团团不息如海，树木经发，峥嵘青山锋芒。团不息如海，树木经发，峥嵘青山锋芒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小时候，我的世界是自己的家，家人就是我的全部。读大学后，我的世界是图书馆，是实验室，因为我坚信知识可改变命运，技术能实现理想。现在我明白，这些不是全部。世界很大，我们很小。只有打开胸襟，拥抱变化，才能获得进步。人是如此，国家亦然。100年前，我们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，先贤们开眼看世界的疾呼言犹在耳。我们的国家曾长久地被迫孤立，那封闭落后的滋味，我们永远不想再次品尝。如今，中国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，我们张开双臂，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融入世界，要用智慧和汗水去换取发展与进步。我格外珍惜这个时代，所有的变化都可能伴随着痛苦和弯路，开放的道路也不会是阔野坦途。但大江大河奔涌向前的趋势，不是任何险滩暗礁能够阻挡的。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面对艰难险阻，我愿意为之奋斗。
理想的大河，从容地飞腾着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小溪。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哺育。和光同行，跌跌撞撞的摸索。和光同舞，奋不顾身的坎坷。和光同志，不为生命而来，不为低谷而去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小溪。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